完成了，已经按照上一期同好们的投票，把灰色的精神力骨架喷成银色了。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同好记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看了上一期 MG 叙述高达开箱视频的同好们都知道，我做了一个投票，是同好们希望看到金银哪两种颜色的精神力骨架，而最终得票数最多的呢是银色，并且为什么拖更了这么多天呢？是因为反正我想也是喷，干脆就都喷了得了。所以呢，我就把除了白色和红色的板件都做了喷涂或者板喷。别问我为什么没有喷白色和红色，问就是两种颜色的漆都不够了。其中骨架的颜色呢，我基本都换成了究极的这种深冷灰。说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是一种偏蓝的灰色。而天线呢，也用了大陆的橙黄色，替换了原本塑料成型色的那种比较轻飘的黄色。而对于所有的深蓝色的分色呢，我采用的是一瓶所剩不多的田宫的光油的深蓝来完成的。但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掩饰脚部和背包中的一些大的水口，同时也给出一个质感的区分。橙色板件中呢，那一版偏蓝的浅灰色，我就干脆直接喷成了没有任何色相的这种浅灰，同时呢，也把别的一些细小的地方也喷成了这个浅灰色，作为细节分色处理。至于那两版作为 C 装备替换用的灰色精神力骨架呢，就依照投票喷成了银色，用的呢也是究极的哑光银，而整体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呢，虽说没有多好，但是也不差。不过以我个人脑海中的想象呢，我其实是想把精神力骨架喷成金色来着。好了，废话不说那么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一只捕鸟机能不能提前预定今年的年度 MG 吧。这台 MG 的叙述高达拼完以后呢，整体给我的感官是非常的帅气，脸非常正，比牛的长脸和独角兽的圆脸都要帅气，并且同时具备了牛高达和独角兽头部的一些特征，不愧是拥有血缘关系的三口之家。身形比例方面呢，我个人觉得比独角兽要好一些，因为不论安不安装精神力骨架，对于整体比例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腿的长度呢，也只是因为脚踝处的骨架稍微增加了一点点，不像独角兽一爆甲就变成了那种比失调的大长腿的那种情况。而叙述高达呢，则是无论怎么看起来都是比较舒服的那种。但毕竟呢是作为狮座型，因此大腿和上臂并没有装甲的保护。因此呢，这两个地方看起来会略微的纤细一些，尤其是上臂这一块，但也还算是有利有弊吧。比如核心战机的半暴露就给人眼前一亮，而且战机的红色在腰间的点缀也确实能凸显出核心这两个字的含义。只是驾驶舱的设计这一块呢，我有点不太明白。驾驶舷窗整体外露，这怎么改用光学视距瞄准了吗？那高达头上的监视器岂不是作为摆设出现的？而更重要的是呢，动画里边好像也没有设定驾驶员头盔、面罩或者舷窗上面有什么辅助的瞄准装置，还是说我看漏了？同好们呢，可以在评论区抬杠了啊！但是如果真的是纯视距瞄准的话，那乔纳巴修塔岂不是比骡子还牛逼？可动这块吧，中规中矩，没有给人什么太多惊艳的设计点，我们大致过一下就好了。但是屈膝这一块和核心战机的玩法还是值得一说的。屈膝这里呢，联动我觉得设计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比我的 PJ 独角兽要好。主要是小腿后部增加了装甲的联动，能更好的给躯腿让出更大的空间，以针对更好的 pose 需求。当然呢，这种设计其实千之恋和一些国模厂商也已经在用了，但在万代的 MG 产品线上确实还是不多见的。核心战机的玩法呢就比较有意思了。首先，组合和分离的操作属于老掉牙的科技，不值得过多的吹嘘。但这次核心战机的展开设计就比较复杂了。由于呢本身设计是有卡损的，那么我们就倒着来玩。外观这一块的设计呢更像是一只鸟，当然主要也是为了点题，毕竟整部的 NT 呢都是鸟来鸟去的。
收纳的过程比较复杂，首先将小人的座椅转一下，然后将机头向前拉出到极限。飞机的两翼呢，以这个灰色连杆的轴为中心，向前旋转至机头的两侧的这个限位处就可以了。注意别使大力，容易出奇迹。然后将机翼下方的这两个卡榫对准机身处的这两个孔位，插入固定，收起尾翼。然后将机翼上方的这个白色的装置先旋转90度，并且机翼旋转180度，然后再将白色的这个装置旋转到270度的位置，并将机翼下放至90度，就可以包裹住整个机体了。最后还需要调整一处，就是将这两个卡榫也扣合到相应的空位，整体的变形就算完成了。以上步骤呢比较详细，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步骤来做的话，大概率不会出问题。而且只有将机翼全部收纳到位，才能比较顺利的组合到机体中央去。并且呢，这里还给出了一个类似于机柱的中央柱的设计，使得整个机体的设计方向更趋向于人体结构了。当然，剧场版本身相较于历代的高达也是比较魔幻的，所以你在里边设计出个心脏来，我都不觉得稀奇。最后呢，就是 C 装备精神力骨架的安装了。废话呢，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咱们直接看演示视频吧。整体 C 装备完成之后呢，对于颜值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帅的一批。而银色的骨架的替换呢，就是将所有红色的精神力骨架平替，但之前有很多需要安装到精神力骨架上的白色的外甲零件，则是需要拆下来移到另一副骨架上才行。总共需要不了几个白色零件，万代你就不能给2套吗？精神力骨架你都已经给了2套了，外甲只给1套，每次还要替来替去、拆来拆去的，你可真够抠的。最后武器配件方面呢，只有盾牌和枪，枪械呢是给出了2种形态，也是需要替换配件来达成的，依然是感觉不爽。最后想说的呢，就是背包上的这2个牛高达浮游炮的承载装置了，是真的可以将卡版的牛高达浮游炮装上去，并且还能做到双侧搭载。万代这是要骗我们买配件是吧？
好了，整体的 MG 叙述高达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一句话，值得买。当然，不过也是废话，一年就出一款 MG，肯定值得买啊。况且也已经早就预定了今年的最佳 MG 了。既当选手又当裁判，万代你可以的啊。最后呢，是想说一下频道呢将有一些改变，就是由于我工作的原因呢，未来频道可能会断更3个月左右。当然也不是说期间一期都不做了，还是会有更新的，只不过更新的速度会非常慢。等3个月工作上顺利了，会继续恢复更新。在这里呢，还希望同好们多多担待，并且谅解。那么我们就相约在之后的那一期不知道什么内容的教友记再见吧。